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一個大家伙 ，MPM 碎骨魔的放大款 NBE01，盒子真的是超級巨大。不過這個玩意兒也屬於峰會僅供參考啊。手臂上面的這個圍欄其實是有改模的。我們實物來看，配件裡一兜橘子軟糖的火焰特效键。大部分都是可以裝在身上的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因为手臂改模了，所以那一个装不上去。人形状态下张開包圆了的這個替換鏟子頭，還有一個戰損的面雕耷拉下來的眼睛，也是原版帶的。我們來看一下車型的效果。其實 MPM 本身這個碎骨魔個頭就不小啊，這回放大了以後。車型的長度來到了31公分還要多啊！要是拉到鏟臂，最長達到了42公分左右。在車型狀態下，跟原版的樣子是差不多的。而且這一回上邊的這個齒輪關節倒是也能放得住啊，支撐的穩定性還可以。變形到位的話，推車滾動倒是也可以6輪接地，拿起來還是挺有分量的。也是因為增加了一些合金件，再加上放大了以後，身上有一些做舊的塗裝效果。我們直接來開始變形，看一下這回改動在哪裡。首先第一步，咱們把這煙囪掰開，擰個180度，拆開下方這裡的卡扣，把這一節縮短。後邊的樓梯這一節往下翻折，注意看側面整個的這一條，打開中間連接的插扣和上方連接的插扣，我們把它拉鬆掉。現在把這一條整個做成了獨立的零件，分了出去啊。裡邊的這一塊對折起來，下方的這塊板子對折，收納。前方的面板疊回來，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方塊的造型，連了一根桿子出去啊。我們一會兒再來調整。另外的一邊整個的撥開，這一片收回去，下方這裡 V 字折疊，前方的這一節小樓梯收起來，扔出去。側面這個備胎我們雙關節拉起來，往前旋轉一下，擼出這個孔以後，方便把這塊板子撬鬆。車頭位置向下旋轉保險槓。把這一塊整個的挪過來，對着插一下。很長的這個鏟子，我們先拉起來，避讓開。接着把前邊的進氣格柵打開，擺正。腿部和胳膊上下連接的扣點全部拆鬆。打開這片蓋子的縫隙，注意這一塊根部是一個掛鈎，我們先分段把它拉開。後邊的這一節提起來，左右的插扣分開。然後90度往上翻折，邊旋轉邊延展，把它換一個方向，拉開。這個時候雙臂通過兩段關節，我們就可以把它延展拉出來。有了更多的空間，中間的插扣給它打開。注意這一塊也是一個掛鈎的位置，旋轉一下轉出來之後，把這塊板子折疊放進去，外邊的這一塊。Z 字壓合，這邊的樓梯在收納的時候往內折疊一下，放回去收。拳頭的釋放，打開左右這兩片，兩根指頭放出來，然後再把這兩根放好。車頭的這片蓋子整個翹起來。順着根部的關節把它抬高，手臂解鎖開之後，來看腿部，把這一塊往後折疊，整個的拉下來。注意在往開打腿部的時候，兩個腳丫子中間的插扣先卸鬆，接着在根部這裡，上方的扣子卸鬆，和襠部這裡連接的左右插扣點，整個的打開，90度放平，順着這裡邊翻出這個包着的鈎子。整個90度往下貼，在和輪胎中心的位置，這裡有一個樁子，給它插進去。然後再把這一圈包上，鎖住。大腳丫的變形，先從這個關節旋轉個180度，還是挺緊的。前後的腳趾張開，後邊這裡的一塊鈎子打開，側面的這一條打開，旋轉輪子。當騰出來這些空間之後，注意看裡邊還有一個支撐柱，把它撥起來。輪子再旋轉過來，中間的支撐柱和輪子中間的洞進行插合。這一段腳趾打開這兩片，往下拉，順着這兩個掛鈎鎖上。
現在看起来還有點像個大恐龍的造型。哎，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往開拆根部这裡左右连接的有插扣的地方，把这裡打鬆，掰過來，面板打橫，順着這一塊連前邊的車窗整個位置打開，往後邊翻折旋轉，這一塊的窗戶再打出來，先放在這裡備用。另外的一邊也是拉起這一條，注意這一塊輪子往前避讓一下，整個的拉開裡邊的插扣位置，折疊翻動，窗戶翻下來。撬開的駕駛室裡邊，把這2塊小蛋蛋我們旋轉出來，然後2條手臂中間所有的插扣位置就可以打鬆了。中間襠部頂着的這一塊先給它摳開。來看整條胳膊的變形，掰開下方的這一片，把這個備胎旋轉一下放過來，整個的側面這一條車窗讓開位置，接着順着這裡的肩膀關節雙段提上去，把這一塊板子翻過來，後面這裡有一個扣子，翻折過來以後把它對合插上，前方的肩膀蓋子放下來，前方駕駛艙的這一塊翻折進去這塊面板，然後往內旋轉，接着90度掰開，順着這一片再折疊放好。現在我們就可以把身體先90度拉起來，打開腹部的這一塊蓋子，腦袋180度翻折，脖子下方的蓋子收好，襠部的這一塊零件收好。翻到後背，我们来看这一次它改动的地方，背包往起拉，整個的向上旋轉，根部的這一節旋轉在180度，擰過來，背包這2塊的扣點給它鎖定結合住。接着2個備胎的輪子我們可以旋轉一下，放好，把中間的這一塊立起來。翻出來的2個樁子剛剛好和這裡再進行連接，固定。胳膊這裡90度放下來，注意在這一塊根部有多段的折疊關節，我們把它對折一下，然後順着這一塊的小關節再折上去。根部這裡有一個開口的球碗，從這個角度看，開口處往上折疊，然後下方這裡做了一個扣子，把這個扣子插到底，固定好就是這樣的效果了。另一根背包折過來，注意這裡邊的桿子固定位置，順着這個開口往下折疊，然後收納，中間的插扣進行連接。這裡邊連接的折疊關節會很多啊，所以給的這個操作餘量也不少啊，很方便就可以扣進去了。然後2個黑色的零件中間有咬合的扣子，把它定住。夾緊，這個時候再把這一節的蓋子折疊放過來，中間的扣子鎖在一起，背包就完全蓋住了。等於利用到了這一塊的空間，把手臂上邊原來的防撞欄通過連桿全部塞到了背包的空間裡邊。這個設計怎麼說呢？不是特別的精巧，但是非常的實用。2個側窗戶的肩帶，我們整個的包一圈放過來，最後打開肋下的2個小尖刺，橫轉180度再。這個超長的臂爪掰下來。左右打開，變形的過程中支支棱棱的，其實不太好操作。我主要還是想給大家展示一下一體變形啊。如果大家自己玩的話，建議把後邊2個爪子摘掉，畢竟太長了，很占地方。人形的效果吧，這一次可以說是有了一定的改進。原先 MPM 的這個底子就已經很不錯了，在變形的過程中能感覺到每一個零件收納的位置，對於電影玩具來說非常的有實際的把玩效果。但是也是玩家詬病，胳膊這一塊顯得有一點累贅。這一次放大了以後改模，把這些東西全部藏到了背包那個空間裡邊。就像剛才說的，設計並不是很巧妙，但是非常實用，既保證了美型，又把後背的窟窿填補起來，那個空間剛刚好收納那一堆板子。實際的做完的效果嘛，自然是更還原電影裡邊的感覺了。放大以後的身高到頭頂25公分左右，到後邊鏟子的最高處將近40公分了。除了它改動手臂的那一塊防撞欄之外，其他的位置跟原版是差不多的。
頭雕的刻畫，其實這個腦袋銳度也還可以啊，不會顯得特別的肉。脖子後邊這裡有一個小的開關，按一下，內置了電池，眼燈可以發出紅光。哎，這個眼睛點亮以後還是挺有神的。包括後邊的脖子關節，這裡也換成了一個合金的材質，把玩起来會更加的結實。我們把它拔掉，可以看到這一塊還有一個左右旋轉的方向軸，脖子的可動範圍也不錯。整體把玩下來啊，它的材質都是那種偏韌性的，所以其實在固定位点的时候啊，有一些零件，包括在车型变形侧面门板的时候需要借位置的地方，你可以凭着韧性给它搞过来。虽然体型很大，本身又是一种大开大合的设计，所以其實在把玩的過程中避免不了有一些零件晃荡來晃荡去，包括該有的一些齒輪關節也是完全保留了的。還有也是因為這個材質的關係啊，這些軸的阻尼感會顯得更加的緊實，倒是變成人形支撐起來，並不會出現那種軟趴趴的效果。唯一讓我個人要再提一點建議的話，能把這身做舊的塗裝塗得再舊一點，就煙燻的效果和那些泥濘的感覺做得再濃重一點，那麼這個效果就更好了。大家覺得這一次放大版的碎骨魔做得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